医院院正沈秋白。治世失察，用药有误，致龙体受惊，有负圣恩，今判合家扁库，流放岭南，钦此。我穿越了，还成了流放岭南的罪臣之女。圣旨到！庸医误君，罪不可赦，博者不足以境界，改判流放雷州。雷州半岛比岭南更远，真正的不毛之地。圣旨，算了，流放崖州。崖州，海角天涯，真正的海角天涯呀！我们该怎么活呀？皇上开恩，皇上开恩啊！崖州。穷山恶水，天涯绝境。听说那里毒虫遍地，无物可吃，我们该怎么活下去？你要是说岭南、瑞州，我可能得哭上几场；但你要是说崖州，那我可就不慌了啊！那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。阿姐，崖州是什么地方啊？崖州，一个遍地是宝、风景独修的地方。那里有红树林，有生蚝、青蟹、跳跳鱼。相公，知薇是吓傻了吗？崖州那种不毛之地，十死一生，怎么可能遍地是宝？知薇，你怎么了？你可不要吓为父。崖州到了。严姐弟，咒什么死什么！知薇，这是什么？生蚝，能吃？那黑疙瘩能吃？上次老李吃贝壳，吐的胆汁都出来了。知薇，你不要乱来，我们初来乍到，不要随便吃这里的任何东西。红树林不是死地，是粮仓。今日大潮，53刻退进，想活命的跟我走。古人真不识货，这是能换一条命的东西。这是青蟹，穴居在树根深处。我们要找新鲜的泥洞，洞口有气泡。阿姐，这没有。斜45度，感受到阻力再调，直戳会惊跑的。这个花人好看。放下，这是织纹螺。剧毒致命，记住，彩色的一律不碰，青黑的是青口，灰白的是牡蛎。阿姐，我抓到了，不错。知薇，这些东西竟然真的能吃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是啊，阿姐，你好厉害啊，还知道怎么抓它们，怎么吃上肉。爹，女儿从书里看的，比如鲍鱼内脏有毒要剔除，海带要煮烂，否则吃了腹胀，这些知识书上都有。大潮7日一循环，今日便是第7日，货最多，往后6天会逐日减少，所以我们要趁着这几天赶紧囤积些吃的，另外还要解决淡水的问题。朝廷粮饷未到，你们倒吃得香。沈知薇，明日开始，你们每日缴1半收成。大人，上头不拨发粮饷，我们才用这些海货果腹，能活下来已经不容易了。您缴1半收成，那还有我们的活路吗？是啊，大人，要是有吃的，谁敢轻易吃这玩意儿？嚷什么嚷？沈知薇是吧？我记住你了。承蒙大人记挂，是小女子的荣幸。哼！虎苔蛋白质含量很高，晒干能存半年。标记有毒。
这里竟然有鲍鱼，不错。牡蛎礁，古人说的珍珠母床，没想到这片海域竟然有这种宝物，以后若是开发出来，绝对能赚得盆满钵满。先上去吧，此地不宜暴露。木瓜，食透了甜，不熟的青果会泻肚，大家要记牢。那些是剧毒，吃了窒息死。这是青口贝，要在活水养2天，吐净沙才能吃。这是海参，要剖开去内脏，煮烂，否则吃了腹胀，活活疼死。沈姑娘，这个也是林子里捡的，能吃吗？芒果没熟，比较涩口，能吃，熟了更甜。幸好有沈姑娘在，要不然咱们哪有那么多东西吃？说不定早就被饿死了。是啊，就算不被饿死，也被毒死了。沈姑娘，这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，以后沈姑娘说的，大家都要好好记住，要不然出了事，别怪沈姑娘没有提醒过你们。这是3斤鲜货，晒1斤干货可以换3斤鲜货的价。不管大人拿去送礼还是拿去换钱，都比鲜货强。沈知微，明日送10斤干货来，要大的。知微，为什么要给他？咱们自己还不够吃呢。娘，小不忍则乱大谋，像这种给人当狗的，也给他点吃的，他才不会叫唤。不过终有一天，我会将他宰了炖肉。阿姐，冷。吃吧，补补身子。知微，你自己也吃点儿。娘，我不饿。看来要尽快处理住宿的问题，不能老在外面淋雨。上头有令，流放犯人每月交30斤干货，海参、鱼干什么都行，少1两抽1鞭子。大人，我们才到崖州没几天，您便让我们交那么多？那是你们的事。大人，且慢。这个孝敬大人，辛苦跑一趟。算你识相，10天一交，记住了。知微，本来就不够吃，你还送他。不将他捧得高高的，他怎么会一直肆无忌惮地欺负我们？快捡，半个时辰后潮水就涨回来了。这是石灰岩。爹，那边有新婚爷，烧成石灰能抹墙，能消毒，能肥田。肥田？这盐碱地还能种东西？光石灰不够，还得有火山灰。崖州有火山，火山灰混石灰，能把死地变良田。真的假的？自然是真的，还能骗你不成？8斤湿货，晒干了能有3、4斤，还差得远。凑够10斤不难，难的是一直维持下去。看来要给赵奎加一把火，明天去找火山混建房。爹，今天你带人去北边找火山灰。火山灰长什么样？类似这样的。挖回来碾碎，混着草木灰，撒在地里能肥田。北边山脚下有水，你找找。好。赵奎要求的海货还没完成，今天大家继续努力。唉，
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我们累死累活捡的，还不够上交的呢。赵奎那孙子根本不给我们活路。爹，找到了。找到了，北边山脚下，一层一层的，全是这黑石头，挖了5筐，够不够？够了，明天烧石灰，等石灰烧出来，先抹墙，等建好了房子再肥田。志伟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活下去。活下去，先不说吃穿住行的问题，我们是囚犯，赵奎，或者说他身后的官家，是不允许咱们活得那么滋润的。难道就因为害怕他们，我们就什么都不做，做一个行尸走肉？为父不是这个意思。爹，我知道你什么意思，不过这里都交给我吧，等到了明年，那里就该有庄稼长出来了。这种匪夷所思的事情，真的会发生吗？通风道要通，火从底下烧上去，石头才能烧透。挖土、垒石头、生火，这能烧出石灰来？大家来看，石灰岩要敲碎成拳头大小，太大烧不透，太小烧过了就成粉了。别碰，小心砸到手。点火。志伟，这得烧多久？3天3夜，火不能灭，灭了就废了。大家轮流手摇，烟变白就说明火旺，烟变黑就说明缺氧，得拨通风口。好，我们听沈姑娘的。成了！别碰，生石灰烧手。看到没？生石灰遇水发热，碰到皮肤就烧烂。干活时小心，别溅到眼睛。明天立柱子，建新房。沈姑娘太厉害了，感觉你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啊！终于要有房子住了，这几天天天下雨，我就差直接泡在水里了。有了房，我们在这里也就有了家。志伟，这石灰真能抹墙？能，抹出来的墙又硬又白，比土墙结实10倍。志伟，盖这么大干啥？咱就这几口人，住小点省些力气。未来数年都要住在这里，与其糊弄，不如一步到位。盖小了，日后还得折腾。再说了，不盖大点儿，赵奎怎么会眼红？崖州地软，每一根柱子都要砸实，这样房子才会牢固。志威，那么高你别上去了，让你爹上去看看。爹腿脚不好，摔下来更麻烦。左边偏了半寸，往右推。1、2、3，起！阿姐，好大，比咱们京城家还大。志伟，喝口水。他们在干什么？好像在盖房子。盖房子？崖州这破地方能盖房子？哼，要不了几天地基就垮了，到时候压死他们。一群无知的家伙！大人，要不要催他们继续去捡海货？不用理会，让他们遭受点痛苦，他们才晓得求我们庇佑。要不然，他们还以为光凭自己的能耐就能好好活下去呢。志威，在想什么？房子有了，住的问题解决了，粮食就需要尽快提上日程。海产品只能应急，
不能长年累月吃。就算像你说的，石灰加草木灰能种地，但种子的问题呢？该怎么解决？是啊，没有良种，就算有地也种不成。有办法，但需要大家多花些时间。沈姑娘，真的吗？花些时间没问题。现在我们最不缺的就是时间。没错，只要有种子，咱们就有活下去的希望。好，明天大家早起，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。沈小姐，这里不就是沙滩吗？还能有粮食不成？有。找到了，这是稻谷！我的天啊，真有！沙滩上也有粮食。沈娘子，你咋知道鸟粪里有种子啊？鸟类食谷，翻山越海，飞到这里，粪便落下，没消化的种子就留在里面。书上说这叫鸟播，有些种子外皮硬，鸟的胃液消化不了，原样拉出来，落在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发芽。沈姑娘就是在世神仙啊，能跟着你来这里，简直是我们3辈子积来的功德。是啊，来之前大家都觉得活不过3日，现在不仅活得好好的，还要住房子、种粮食呢。大家先别感慨了，尽快找种子。走。不错，明天开始种地，先把种子泡发芽，再下地。阿姐，这个是我种的。种活了，种活了，真的能活，真的能长庄稼。真想不到，在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，我们竟然还能种地。感谢老天！你应该感谢的不是老天，而是沈姑娘。沈家那一家子怎么样了？大人放心，这鬼地方没吃的没喝的，要不了多久就得饿死病死。到时候一纸文书报上去，就说流犯水土不服，病虐崖州，干干净净，不留痕迹。大人只管在京城安心，这边的事儿，赵某替您办得妥妥帖帖。千万不要误了张大人的大事。走吧，去看看。我需要亲眼看到沈家过得生不如死，才能放心。是，大人。大人您看，这地方全是盐碱地，连草都不长，更不要说粮食了。沈家一家刚到时，在海滩上捡吃的，倒是让他们多活了几天。不过大人您放心，我已经彻底断了他们的路，留给他们的只有死路一条。不错，而且这里3天一小雨，5天一大雨，从京城来的人根本受不了，要不了多久就得重病。纵然沈秋白是御医又如何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没有药他谁也救不了。大人您看，怎么可能？哪来的这么大瓦房啊？这就是你说的，没吃的没喝的，要不了多久就得死。这才多久？沈之薇那个女人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沈家那个女儿叫什么来着？沈之薇。沈之薇。盯着他，一举一动都给我记下来。姐，这苗什么时候能长高呀？快了。我沈之薇的房子已经盖好了。但你们还住在窝棚里。今天我在这里说一句，你们每户人家，我都会帮你们盖一间房子，石灰我出，
技术我教，但力气你们自己出。先盖谁家的，抓阄决定。沈娘子，你说真的？真的。我也有份儿。都有份儿，只要跟着我干的，一户都不落下。别磕头了，明天早上带上工具来。你这一句话比鞭子还管用。会不会是得了天花？也有可能是中毒了。有可能传染，大家不要离得这么近。沈医师，求求你救救他！你懂医术，我老婆快没命了。万一是传染病，咱们都得完蛋。我倒是想为他治病，可没有药，就算我医术再好也没有用。爹，这些年我跟在你身边，学了不少医术，我来吧。志伟，万一是传染病，你可不能靠近。你是一家之主，你倒了，所有人都完了。志伟，你不要胡来。放心吧，爹娘，我有办法。红疹只长在熏腹和脖子上，四肢上没有。舌头上有白苔，但不麻疹的特征。呼吸平稳，没有喘鸣声。不是瘟疫，是受了风寒，不传染。信我的留下帮忙，不信的站远点儿，但别乱传谣言。谁再造谣说瘟疫，别怪我不客气。沈娘子说不是就不是，我信。要我做什么？病人用药，我上山采药去。天都快黑了，你不能一个人上山，万一摔了怎么办？病人等不到明天。这山上怕是有瘴气，会染病的嘞。哎呦，天黑迷路再回不来可咋办？娘，阿姐会回来的，对不对？会的。我上山去找。再等等，志伟说能回来就能回来。爹娘，找到了。好好休息。给大伙说一声，我在山上看到了野物，兔子、野鸡，还有大家伙的脚印。有野物？有。兔子的脚印我认得，野鸡的也认得，还有一种大的，蹄子分两半，像是獐子。獐子？那得多少肉啊？我在太医局的书上看过，山上可以用陷阱抓野物，竹片做夹子，绳子做套索，只要放对地方，野物会自己往上撞。陷阱？那玩意儿真能抓到活的？试试不就知道了。明天都跟我上山砍竹子，我教你们做。竹片要削到这个厚度，太厚了弹不动，太薄了会断。你们看，这个弯曲度刚刚好。这就行了。明天早上来看。抓到了，真的抓到了！有肉吃了，有肉吃了！这回不光是去看陷阱，还要多做几个。哎呀，就差一点就能抓到了。不错，树叶盖得住，不显眼，诱饵放的也够，吸引人。怎么这么麻烦？照着这个做。
有，好了没有？好香。吃了肉，明天干活有力气。走吧，你的在里面。想得很，俺刘老二以后都听你的。这是我的房子，这是我的房子啊！结实。阿婆，您好好住着，院子里的地记得翻一翻，种点菜。真没想到被发配到这种地方，我们还有住上房子的一天。沈姑娘，你真是活菩萨呀！其实这里远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糟，如今有了房子，等再种上地，大家的日子或许会比之前过得更好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大家慢慢就了解了。姐，咱们是不是不用再走了？不走了。真好，咱们算是在这个地方安稳下来了。希望如此吧。熟了，明天开镰。没想到这地方真能种出粮食来。是啊，有了谷子，咱们就有希望喽，有希望喽！有饭吃了，有饭吃了！志伟，这够吃多久？省着吃，够吃到明年夏天。要不我们办个丰收宴吧？大伙儿开心就好。好吃，真好吃。志威，你多吃点儿，你比谁都累。别撑着了，吃吧，这顿饭管够。沈知尉，你这地种得不错。朝廷有令，流放犯人种出的粮食，朝廷征30%。大人，流放犯人种地，从来没听说过要交粮。这规矩是朝廷的新令，还是大人自己定的？沈知尉，你这是在质疑本官。民女不敢，民女只是问问。哼。加把劲儿，下个月还是30%。阿姐，这些种子是留着明年种的吗？是的，明年咱们种更多的地。那坏人还会来抢吗？会，但咱们不怕。知薇，赵奎这样一茬一茬的割，咱们什么时候是个头？等咱们够强的时候。够强？阿娘，现在咱们只有20几个人，打不过赵奎。但等咱们有了50个人、100个人，有了足够的粮、足够的刀，他就不敢再来。这里，这里，还有这里，这些地都能开，土质虽然不算好，但多施肥、多浇水，就能养出来。明年咱们要种比今年多1倍的地。沈娘子，这么多地，咱们种得过来吗？咱们20多口人，一人种2亩就是50亩，怎么种不过来？沈娘子，我多干2亩，我也加1亩。老婆子，我虽然干不动重活，
但可以帮忙看苗拔草，眼睛还行。郑大人，这就是沈知微的地。郑大人，沈太医的女儿，民女沈知微。亮。大人，不得了，这比实际面积多了整整10亩。大人，这是民女量的，要不也请大人画个图，咱们对一对，看看到底差在哪里。赵奎，你量的地准不准？下官再量一遍。不必了，这地就按他说的算。是，大人。你给我等着！知微，那个郑大人就是当年要害咱们家的那个人。是。他来这里干什么？来看咱们死没死。那赵奎也是他的人。这么说，赵奎不是在替朝廷管咱们，是在替郑大人盯着咱们。那咱们怎么办？扩地、存粮养人，等人够了，粮够了，就不用再怕他了。从明天开始，你带2个人，轮流盯着那个山包，谁在上面，什么时候来，什么时候走，盯清楚。好的，沈小姐。沈知微，你这地不止50亩，按朝廷的规矩，超出部分要另征税。大人量的多少？比你们报上去的整整多出10亩。胡说八道！大人，咱们对一对，看看到底差在哪里。沈知微，你这是在教本官做事。这婆娘哪来的胆子？民女不敢，民女只是不想多交冤枉粮。冤枉粮？你这地是朝廷的，朝廷要征多少就征多少，有什么冤枉不冤枉？大人，这地是大家伙一锄头一锄头开出来的，种子是一粒一粒种下去的。大人多报10亩，我们交上去之后，手里还能留多少？到时候民女吃什么？民女身后这20几口人吃什么？那是你们自己的事儿，我管不着，也不想管，就这么定了。交不上来粮食，后果你们清楚。哼！知微，赵奎下次还会来。我知道。这次过去了，下次怎么办？爹，赵奎来征粮、占房、加租，都是那个郑大人指使。他不想让咱们活下去，想让咱们死在崖州。我们盖了房子，开了地，种了粮食，养了一村子的人，他不会善罢甘休，但咱们也不会等死。爹，让大家都警醒着点，该存的粮存好，该磨的刀磨好。从今天开始，白天种地，晚上练刀。知微，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？爹，我们想要在这里好好生活下去，就不能任由人欺负。从到这里的第一天，我就明白一个道理：乱世人命不如狗。想活下去，那就得争。争什么？咱们一群犯人能跟朝廷争？爹，这里是崖州，天高皇帝远，有些事情比你想的要简单。这也是你从书里看到的？不，这是我的内心告诉我的。挨了欺负，就要还回去。沈娘子，咱们这地方该有个名字了吧？对，得有个名字。叫什么好呢？你们取吧。我们没读过书，取不出好名字。叫知微村，我二姐的名字。这名字好，沈娘子带着咱们盖房子、开荒地、种粮食。要不是沈娘子，咱们早死在海滩上了。对，就叫知微村。沈娘子给了咱们房子，给了咱们粮食，给了咱们活路，这个村就该叫她的名字。知微村，知微村。爹，您看到了吗？知微，这不对劲儿，再不下雨，今年的收成就完了。稻子正在抽穗的时候，缺水就瘪了。明年可能是荒年。荒年？你怎么知道？秋旱连春旱，10季9不收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沈娘子，你跟我说实话，明年真会荒？怕荒，就多存粮。从现在开始，每一粒粮食都不许浪费。从明天开始，
一组上山挖掘根，一组下海赶海晒干货，一组继续种地抢收最后一茬庄稼。能存多少存多少，一粒都不许浪费。你们觉得荒年要来了，赵奎会因为荒年就少征粮吗？那个棒槌肯定不会，他只会征得更狠。地里没东西了，他还是要征。我们拿什么浇？浇完了拿什么活？继续忍下去，只有死路一条。不忍也许还能活。我要你们记住，从今天开始，粮刀人都要准备好。沈娘子，你说吧，要我们做什么？从明天起，上山挖掘根的时候，找一个隐蔽的山洞，要有水，能藏人，要不容易被发现。藏人？藏谁？存粮分3处，一处放在地窖里，赵奎来了给他看；一处放在灶房，日常吃；还有一处藏在山洞里，谁都不许动。沈知尉，上头有令，今年加征2成粮，一共5成，一粒都不能少。大人，民女娇怎么答应的这么痛快？沈知尉，算你识相。本官下个月还来，记得提前准备好。沈姑娘，都准备好了。好，赵奎，你的死期到了。沈知尉，荒年更要征粮，这次征3成。地里都绝收了，我们拿什么交？那是你们的事儿，交不上粮，按律当斩。沈知尉，你说呢？民女娇，3成我给，5成我给，如今加到了8成，咱们辛辛苦苦种的粮食，到头来全成了赵奎的东西。我不想让你们白白送命，所以一再妥协。但现在我们已经无路可退，我想问大家，咱们该怎么办？干他娘的！那是我们的粮食，1成也不给，咱们反！对，咱们反！以前受欺负也就算了，现在在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还要受欺负，反！干掉赵奎！那就反！我跟沈娘子，我也跟。我老婆子在后面给你们做饭、烧水。赵奎下次来临之际，便是他的死期。竹枪比刀长，敌人还没靠近你就能刺到他，但竹枪怕砍，一刀就断，所以刺完就要收，不能跟敌人硬碰硬。既然要反，那大家就抓紧时间练习，不能给赵奎反应的机会。这是最后一点粮食了。知尉，今天练得怎么样？都不错。知尉，你想好了，杀了赵奎就真的没有回头路了？爹，从我们被流放到崖州那天起，就没有回头路了。那后面的事情呢？你有考虑过吗？杀了赵奎，必然招来朝廷的兵马，到时候你怎么办？所以我才要先建房、种粮。爹，您还不明白吗？在这个时代，有饭吃。有房住，对大多数人来说就是最幸福的事情。我要反，从来反的不是赵奎这个人，而是整个王朝。知尉，你疯了！你只是个女人。这跟我是谁没有关系。我不求坐拥天下，我只是想护住我这1亩3分地而已。沈知尉，粮呢？庶民女交不出粮。沈知尉。活腻了，民女当然想活着，但大人不给民女活路。哼，我不给你活路，你乖乖交出来粮来，我自然不会杀你。但你交不出，那就由不得我。粮食全被大人收走，我一样要死。既然横竖都是死，那不如先杀了你再说。沈知尉，你要造反！造反？大人，民女只是不想死。杀了他们！杀了他们！你敢杀我，
朝廷不会放过你，郑永川不会放过你的。我等着。杀！埋了。沈姑娘，咱们要走吗？赵奎死了，官兵很快就回来吧。我们不能走，走了一次，就会有第二次、第三次，咱们这辈子就注定流离失所。这房是我们一砖一瓦盖起来，这地是我们一寸一里开出来，跑到别处去，一切都要重新开始。沈娘子说的对，我们不走。没错，好不容易拥有了这一切，我们不走。从今天起，我们做3件事：第一，继续种地，把能种的地全种上，一粒粮食都不许浪费；第二，盖房，把村子扩大，让更多的人住进来；第三，练武，官军来了，我们要能打。阿姐，为什么要种这么多？种得多，收得多，收得多就能养活更多的人。更多的人，还有谁来？只要能活下去，有吃的，就会有源源不断的人过来。阿满，带人来挖淤泥。姐，这玩意儿能干啥？淤泥肥力足，掺到土里能把盐碱地改成良田。我们能跟着你干吗？我们不要工钱，给口饭吃就行。留下吧，但有个条件，来了就要干活，不养闲人。这里有地，能种粮，大家快来啊！地够了，粮还不够；人够了，房子还不够。我要让这片土地长出养活所有人的粮食。翻地要翻1尺深，浅了庄稼扎不下根。沤肥要沤透了才能用，生肥烧苗，浇水要浇透，不能只浇表面。沈娘子，你咋啥都懂？等安稳下来以后，我教孩子们读书，读了书就能知道这些东西了。真的吗？我们也能读书吗？都可以。这一季的收成够所有人吃半年，半年之内，我们不用担心饿肚子。沈娘子，我在老家都没住过这么好的房子，你就是活菩萨。我不是菩萨，我是种地的。沈娘子，官军的事你打算怎么办？他们来，我们就打。陷阱、竹枪阵、土墙都已经准备好了，我去安排。沈娘子，你说我们能守住吗？能。我们有地，有粮，有人，我们守的是自己的家，而他们是为别人打仗，不一样。敬沈娘子！敬沈娘子！敬大家！没有你们，就没有这片地，没有这个村。刘老二，你负责村外陷阱和竹枪阵；李承德负责土墙和寨门；王康负责滚石和弓箭。小周带回了消息，官军明天就会到，大概有300人，而我们只有不到100人。这一仗打赢了，我们就能在崖州站稳脚跟；输了，咱们就会失去一切。沈姑娘放心，我们绝对不会输，绝对不会输。好，既然大家这么有信心，那就一战。志威，去睡一会儿。睡不着，娘。如果明天我死了，呸呸呸，不会，你不会。我只是说笑，准备的那么充足，就算对方是正规军，我们也有一战之力。更何况，对方还是一群乌合之徒。不管如何，你都要好好活下去。准备！好紧张啊，跟上次杀赵奎一样。没出息，咱们已经杀过1次人了，怎么还会怕？这一次是官兵，能一样吗？一旦杀了，那就真成反贼了。那行啊，你将粮食和房子让出去，有大把大把的人替你去跟官兵斗。放屁！老子累死累活盖的房子、种的地，凭什么让给其他人？那不就得了？沈娘子说了，打完这一仗，咱们就能在这儿定居下来，有饭吃，有房住，所有人给我打起精神来！兄弟们，听到了吗？
咱们再也不用啃树皮、盖草席了。官兵怎么了？谁不让咱们活下去？天王老子也要干死他们！杀！杀光这群狗养的！杀！来了。尔等逆贼，竟敢戕害官吏，罔顾国法，速速出来受死！滚石，报！刘老二，土墙东头缺口，补上！李承德，寨门要顶不住了，家人！王康，滚石不要停！撤！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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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阿姐，我们赢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阿姐没事儿，就是累了。阿娘怎么哭了？娘高兴，这些粮食够所有人吃多久？沈娘子，没有人死，没有人死。这一仗我们打赢了，但下一仗很快就会来。齐晋跑了，他会回去搬更多的兵，所以我们要做好准备。从今天起，不光是练刀练枪，还要练打仗，要练到不管来多少官军，都能把他们打回去。阿姐，我也要练刀。好，明天开始跟小周练。那里有更多的官军。谢谢。沈娘子，官军随时会来，不能歇。阿满，你歇一会儿。阿姐在搬，我也要搬。重不重？不重。你不信我们？不是不信你们，是知道的人越少，粮仓越安全。大家在山上多种果树，多挖蕨根，多晒海货，手中有粮，心中不慌。姐，有人送来的。阿姐，多少人啊？800。阿满不怕，上次300，我们打赢了，这次800，我们也能打赢。800，这一仗比上次更难。沈娘子，你说怎么打，我们就怎么打。这一次不光是防守，我们要打出去。来了，能不能干活？能。留下。沈娘子，人太多了，粮不够啊。我知道。再开200亩荒地，翻地要翻1尺深，浅了庄稼扎不下根。
锅肥要沤透了才能用，生肥烧苗，浇水要浇透，不能只浇表面。沈娘子，我帮你记。读过书？读过3年私塾。留下吧，跟着我干。沈娘子，我从来没看过这么好的庄稼，地主家的地都没这么好。这一季的收成够200人吃1年，粮够了，现在该准备打仗了。800官军从雷州府大路走过来，3天就到。这一次，我们不光要守，还要打出去。沈娘子，我有个办法。官军上次从北面来，走的是大路，这次他们还会走大路，因为他们觉得上次输了，是因为地形不熟，这次换了将领，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。我们在大路2侧的山坡上设伏，等他们进了谷，把2头的路堵死，用滚石和弓箭打。你怎么知道这些？我爹以前是守备，带兵打过仗，我从小跟着他看过兵书。就按你说的办。沈娘子，这个年轻人来路不明，你就这么信他？我当年到崖州的时候，也是来路不明，谁信过我？给他个机会。一队负责陷阱，在村外3里处挖了几10个深坑；一队负责竹枪阵，把削尖的竹子一排一排埋在地上；一队负责土墙和寨门，加高加厚；一队负责滚石和弓箭，在山坡上堆满了石头；一队负责机动支援，哪里顶不住就去哪里。你跟前接盘。此处设伏，可攻其不备。阿满，你记这些干什么？以后我也要带兵打仗。带兵打仗不是目的，让百姓过上好日子才是目的。沈娘子，我算了一下，公军800人，我们200人，差了4倍，但我们的防线有3层，他们每冲过1层，就要付出代价。冲到最后，剩下的人不会比我们多。你算得对。阿满，明天乖乖待在灶房里，不许出来。阿姐小心。准备。准备。滚石，放！刘老二，东头，布杀，李承德，寨门，顶住！林峰，带人支援西头。是。赢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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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姐，我们赢了！沈娘子，我们赢了！赢了！第一部分走成了，去传消息吗？志伟，你做到了。还早，这只是开始。我是种地的。沈娘子，我在海上跑了大半辈子，认识不少海商。崖州靠海，
不做海上贸易，可惜了。海上贸易？对，崖州的粮食、海货、药材运到广州其他地方卖个高价，换回来的铁器、布匹、药材、书籍，能让崖州更富。你有把握？有，我不会拿崖州的船开玩笑。好，你牵头，先把路子探清楚再出海。志威，你就这么信他？爹，咱们当年到崖州的时候也是来路不明，海上有了路，就有更多的粮食，更多的铁器，更多的书。我要让崖州变得更大。阿姐，船什么时候回来？半个月。800人分成8个营，前锋营、左翼营、右翼营，每个营设一个营长，营长下面设队长，队长下面设伍长，层层负责，令行禁止。我的军规是不许扰民，不许抢掠，不许私斗，不许逃跑，违者重罚。沈娘子，你放心，人在阵地在。大船笨重，小船灵活，等敌船来了，我们就围着它转。这火箭扔火油，烧不死他也得吓死他们。吓死他们！上次来了800，下次来1000，来2000。我们不能一直守在崖州等他们来打，我们要打出去。这次怎么打？先打外围，把雷州府周围的官军据点一个一个拔掉，断了他们的粮道，烧了他们的粮仓。等他们饿着肚子来打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以逸待劳。这个打法可以。雷州府外围有3个据点，每个据点驻军不到100人，我们800人，分3路同时进攻，1夜之间就能拿下。就按你说的办。拔营！区800人，竟连破我3处据点。我们直接攻打雷州府城。不行，雷州府城城墙高，守军多，我们打不下来。而且，我们不是来攻城，我们是来告诉他们，崖州不是好欺负。撤！告诉你们参将，崖州的事，朝廷管不着。他要来打，我奉陪；他要和平，我欢迎。但他要先把我沈家的清白还回来。沈娘子，为什么要放他们回去？留着当俘虏多好。放他们回去，是让他们替我们传话。齐晋听到这些话，心里就会打鼓。朝廷为什么要打崖州？崖州人好好的种田、经商、过日子，碍着朝廷什么事了？希望如此吧。沈知微是何人？回陛下，沈知微是沈太医的女儿，流放到了崖州，现在已经是崖州的实际掌控者。一个女子能做到这个地步，朕记得沈太医是个忠臣。程秉海，你去考察一番。这种的不是地，是人心呐。启禀陛下，沈知微在崖州种地、办学、兴医、通商，百姓安居乐业，没有造反的迹象。既然是忠良之后，就由他去吧。万万不可啊，陛下！沈知微拥兵自重，图谋不轨，还请陛下派大军围剿。沈知微主动出击，攻占了雷州府外围的3个据点，官军死伤惨重，请求朝廷派兵增援。放肆！派2000精兵，由方毅率领前往崖州围剿。要不我们上山躲会儿吧？要不还是出海跑吧？不能跑，
虽然差得远，但我们有地、有粮、有房子，我们守了这么久，打了这么多仗，不是为了最后逃跑的。这一仗必须赢。在村子周围设了4道防线，第1道是陷阱区，扩展到5鲁；第2道是竹枪阵，加到8排；第3道是土墙和寨门，土墙加到2人半高，寨门后面用石条和木头双层顶死；第4道是滚石和弓箭。山坡上堆满了石头，每个垛口后面都站着弓箭手。李承德，系统补上。为什么2千人攻了1天，却攻不下一个800人守的镇子？继续进攻，不许停！阿满，下去！不，我要帮阿姐。我们活下来了！阿姐，我们又赢了。赢了。陛下，崖州地势险恶，瘴气横行，不宜再动刀兵。沈知微在崖州种地养民，并未主动侵犯朝廷，不如顺水推舟，承认其自保之实。谁能替朕去崖州？谁能替朕去崖州？崖州已经打不下来了，没有人愿意去打，8000官军都打不下来，谁还愿意去送死？崖州设为军镇，沈知微任镇使，负责崖州防务及民生。朝廷不再干涉。圣旨，朝廷的圣旨。阿姐，上面写什么？朝廷说，姐是镇使。沈娘子，你是大好人啊！我从死人堆里爬出来，从没想到有今天。说话就说话，别动手动脚。沈知微，你命真大。大人，沈知微在崖州，我们动不了他，但我们可以杀了他。不行，他现在是朝廷命官，动他就是跟朝廷作对。那怎么办？哼，真以为镇使这么好当吗？一个丫头片子拿什么跟我斗？都看好了。李承德管军事，刘老二管农事，王康管工程建设，江伯管商贸，林公管文书，刘婆管后勤，沈母管物资储备。设立了学堂，让孩子们读书识字；设立了医馆，让伤病员有地方养病。这天，阿满被送进了学堂。阿姐，我不想学，我想跟着你种地。阿满，姐没读过什么书，但你知道姐为什么能走到今天吗？因为姐什么都学，种地、盖房、打仗、看病，什么都学。你也要学，学好本事，以后才能帮阿姐。沈娘子，3个村要不要设村长？设。知微村的村长就你，平安村的村长是李承德，海兴村的村长是江伯。沈娘子，我管军事又管村子，忙得过来吗？忙不过来就学，谁不是从不会到会的？知微，你做到了。崖州要变大，要做的事还很多。沈娘子，雷州府来的。告诉他，要来就来崖州，我等着他。姐，船什么时候回来？半个月。沈娘子，这布比官府的还好。喜欢就拿去，
给你媳妇儿做身衣裳。沈娘子，上个月的贸易收入比上上个月翻了1倍呢。好，拿出1半买粮食，1半存着。沈娘子，我们为什么要存这么多粮食？因为官军随时会来，有粮就不怕。鄙人陈氏望与镇使做粮食贸易，同意。沈娘子，我在广州听人说，崖州是蛮荒之地，来了才知道，这里比广州还富。富不富的不在地方，在人。沈娘子，我们东家说了，崖州的粮食他全包了，价钱好商量。不包，谁给的价高，我就卖给谁。一个种地的女子，居然这么会做生意。江伯，海盗是哪一路的？不像是普通海盗，普通海盗劫船会把船留下，他们连船都烧了。有人指使，有可能是谁要动崖州的海船？是齐晋、郑庸川，还是京城里的人？字是假的。沈娘子，是有人伪造的。我知道，但现在的问题是，有人要让朝廷相信崖州与海盗勾结。郑庸川，沈知微，看你这次还能翻出什么浪来？知微，有人要害我们。娘不怕，我们被陷害过一次，这一次不会了。朝廷要派人来查海盗案，来的人是来找我们把柄的，我们要做好准备。沈娘子，怎么准备？第一，把所有的航海记录整理好，船队的每一条航线、每一笔交易、每一个停靠港口都要清清楚楚。第二，把被劫船只的船员名单找出来，他们的家人要找出来，证明他们是崖州的百姓，不是海盗。第三，把崖州这些年缴获的海盗旗帜、武器、俘虏准备好，证明崖州不但没有勾结海盗，反而一直在打击海盗。3天之内把这些都准备好。是。沈镇使又见面了，这一次不是我想来，是朝廷让我来。无妨，大人请。沈镇使，京城水深，你要小心。是谁？郑庸川。果然是他。大人，郑庸川构陷沈家的事，大人知道吗？沈镇使，有些事不是我能管的，但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：郑庸川在朝中势力很大，你要想翻案，光靠崖州这些证据不够，还需要什么？需要你在崖州做出一番更大的事业，让皇帝看到你不是祸害，你是功臣。沈镇使有勇有谋，在下佩服。臣在京城等您，告辞。阿姐，喝汤。阿满，阿姐准备进京。进京去干什么？去翻案。郑庸川害了我们一家，我要让他付出代价。阿姐，京城好大。大是大，但不如崖州好。沈镇使，皇帝正在气头上，现在不宜面圣。你现在驿站住着，等机会。要等多久？不知道。阿姐，有老鼠，让他们盯。我们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叫门。本官今日要好好招待这位贵客。幺儿，你去说沈知微拥兵自重，进京是为了逼宫。是。盯着沈知辉的一举一动，吃了什么，见什么人，都要向本官汇报。阿满，还记得我们在崖州的日子吗？比这难多了。
我们都过来了。沈太医的案卷在政府密室。阿姐怎么了？没事，睡吧。没有人。沈镇使这是迷路了。也对，也对，京城嘛，私闯朝廷命官府邸，偷盗机密卷宗，沈知微，够你喝一壶了吧？圣旨到！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着沈知微正侍郎即刻入宫金殿面圣，钦此。陛下居然知道了。沈知微，你手里的东西是什么？回陛下，这是当年郑大人构陷沈家的全部证据。呈上来。陛下冤枉，是他伪造证据。郑庸川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你自己看，将郑侍郎革职查办。沈家旧案着三司会审，重新彻查。谢陛下。郑侍郎，沈知微说的这些，你可认罪？沈知微，你命真大！当年你沈家满门流放，我以为你们都死光了，没想到你不但没死，还翻了案。郑大人，善恶终有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沈家冤案照写，恢复沈家名誉，追封沈太医为太医院院正。郑庸川革职查办，全家流放。钦此。阿姐，我们清白了。是，清白了。20年前，沈太医从这里被押出去，游街示众，然后流放崖州。现在，他的女儿带着他的清白回来了。沈爱卿，你想要什么？臣女什么都不要，只求陛下让崖州的百姓好好过日子。没有想到这个女子千里迢迢进京，翻了沈家的案子，恢复了沈家的名誉，竟然不求任何封赏。沈知微，听旨，朕封你为崖州知府，统领崖州军政民生。多谢陛下。跪什么跪？沈娘子，不，沈知府，你做到了。我还是沈知微，种地的那个沈知微。沈娘子，今年的收成比去年多了30%，知微稻的亩产又提高了。很好，明年继续育种，争取再提高2成。沈知府，阳城的陈粮商又来订货了，他要的量比去年多1倍。告诉他，价不能压，崖州的粮食不愁卖。肉火村的任何决定款最近病人多不多？
不多，但药材不多了，尤其是金疮药。江伯下一批船队出发的时候，让他多买些药材。知薇，你现在是知府了，还住这间破房子？这房子不破，这是我在崖州的第一个家，我住这里心里踏实。知薇，你娘哪是担心你？你现在是知府了，朝廷里还有人盯着你。爹，我知道，但我不怕，我什么都没做亏心事，谁盯着我，谁心里有鬼。阿姐，我们是不是很有钱了？是崖州有钱。我们有钱了，还会有人来打我们吗？会，但不怕，谁来都不怕。没想到一个知府居然住在这么简陋的地方。沈知府，您在崖州的威望，我在阳城都听说了。我想跟您长期合作，崖州的粮食我全包了，价钱您定。不包，谁给价高卖给谁。沈知府，我给的价不低。我知道，但崖州的粮食不愁卖，谁出的价高，我就卖给谁，这是规矩。沈知府，您不光会种地，还会做生意。姐，我们赚了这么多钱，你不给自己留一点？姐要钱干什么？姐有地种，有饭吃，有房子住。沈娘子，出事了！我们在回来的路上被海盗劫了，货物被抢，船也被烧了。哪里的海盗？不清楚，但手法不像普通海盗。普通海盗劫船不会烧船。有人指使？有可能。查清楚是谁干的。记录不全，商队连个朝廷批文都没有，都不知道吗？大人，航海记录不全，是因为崖州刚刚起步，还没有完善的制度。商队没有朝廷批文，是因为崖州设镇之前，朝廷不承认崖州的地位。百姓知道沈知薇，不知道朝廷，那是因为朝廷从来没有管过崖州的死活。沈镇使治镇有方，百姓爱戴，但恃才傲物，目无朝廷。述职是让我去解释吧？阿姐怎么办？去，堂堂正正的去，让京城的人看看崖州的当家人是什么样的。李大人说臣女恃才傲物，目无朝廷，请问臣女哪一件事是目无朝廷？崖州设镇是朝廷的旨意，崖州通商是朝廷的恩准，崖州的百姓吃饱饭，穿暖衣，有房住，有书读，这是臣女目无朝廷的结果吗？沈爱卿，你回崖州吧，好好种地，好好通商，朕放心。陛下，海盗又劫了一艘船，船员被杀，货物被抢，背后指使是齐晋。齐晋，你找死！林峰，你写一封信送到京城，交给程秉海，转呈皇帝，把齐晋的罪状一条一条写清楚。沈娘子，皇帝会信吗？信不信是他的事，写不写是我们的事。让人在崖州沿海建了瞭望塔，日夜监视海面上的动静。瞭望塔有5丈高，站在上面能看出去几十里。沈娘子，我们是不是要开战了？不开战，但要让齐晋知道，崖州不是好欺负的。沈娘子，齐晋这个狗官终于倒了。姐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安心种地了？是，安心种地。沈娘子，这个月的贸易收入比上个月又多了3成。好，拿出1半买粮食，1半存着。沈娘子，我们为什么要存这么多粮食？因为天有不测风云，有粮
就不怕。志伟，你做到了。还早，这只是开始。崖州要变大，要做的事还很多。阿姐，你歇歇吧。不写完，歇不了。姐，你写给谁看？写给后人。我们这一代人吃了太多苦，我不想让后人再吃这些苦。京城的密使来了。沈知府，您这是在做什么？种地，曹公公请坐。沈知府，咱家来崖州，是皇帝的意思。皇帝让我看看崖州到底是什么样子。咱家在宫里待了大半辈子，见过很多人，但像您这样的人，咱家没见过。陛下，崖州百姓安居乐业，沈镇使管辖的非常好。朕知道了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阿满，这句话是写给我们种地人的。姐，种地苦吗？苦，但不种地更苦。沈娘子，陈良商写的。沈知府，有人在广州散布谣言，说您要在崖州自立为王。崖州永远是朝廷的崖州，沈知微永远是朝廷的臣子。你回去告诉你们知府，崖州的兵是用来守崖州的，崖州的船队是用来做贸易的。沈知微要是有二心，天打雷劈！此人狼子野心，昭然若血，求陛下派大军围剿。陛下，沈知微在崖州种地办学兴医通商，百姓安居乐业，他没有反意。陛下若派大军围剿，只会逼反一个忠臣。朕知道，但朝中的人不依不饶。陛下，不如让沈知微进京述职，让他当面跟朝中的人说清楚。允了。真的。崖州的兵是用来守崖州的，崖州是朝廷的领土，守崖州就是守朝廷。臣女在崖州种地、办学、兴医、通商，哪一件是图谋不轨？臣女要是想自立为王，早就在崖州称帝了，还用等到今天？如果这也是罪，那臣女认罪。沈知微，你回崖州吧。至于职位，朕还给你，加封你为崖州侯。沈娘子，今年的收成比去年多了40%，知微道的亩产又提高了。好，明年继续育种。阿姐，京城来的，程滨海写的。余党未清，小心孙谦。阿满，从今天起，村子里加强戒备，晚上多派人巡逻。给你这个数，你去举报他。又来一遍，好啊，我奉陪。知微，你不能去。去了就回不来了。娘，我不去，孙谦不会善罢甘休，他们会一直告我，一直害我。我去，是把这最后一仗打完。姐，我跟你去。这就是崖州的沈知微，听说他在崖州种地种出了一座城，怎么可能造反呢？就是他，
勾结倭寇。沈知微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陛下，臣女有一个请求，让这个海盗头子说说，臣女的船队都运什么货，走什么路线，什么时候出海？坏了，我哪知道崖州的船队运什么，走哪条线？陛下，这个人连臣女的船队运什么都说不出来，怎么可能与臣女勾结？他是被人收买来诬陷臣女的。给朕彻查到底！阿姐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回家了？回家。沈知微，你想要什么？臣女什么都不要，只求陛下让崖州的百姓好好过日子。朕已经封你为崖州侯了，你还要什么？陛下，臣女不要爵位，臣女只求一件事，让崖州的百姓永远不要再受诬陷，不要再受欺压。崖州的事，崖州自己管；崖州的粮，朝廷需要，臣女给；崖州的船，朝廷要用，臣女借。但崖州的百姓，请陛下不要动。允。沈娘子，这些人害了我们这么多年，为什么还要留他们在崖州？因为他们也是人，愿意改就给机会，不肯改的一个不留。爷爷，沈家的清白讨回来了。爷爷，我替您报仇了。沈娘子，你为什么把牌位供在这里？因为我爹说过，当官的心里要有百姓。我把牌位供在这里，是提醒自己不要忘本。阿满比他当年还厉害。阿满，这是阿姐写了几年的书，里面是姐在崖州几十年的经验，你好好学。阿姐，你这不是在交代后事？不是，姐还要活很久，但姐怕你来不及学。阿姐不是要退，是想让阿满早点上手。崖州的路还长，你跟着我学了这么多年，什么都会了，怕什么？你发现没有，阿满越来越像沈娘子了。不是像，是沈娘子教的好。你笑什么？阿姐教的这些东西够崖州用几辈子。阿姐，你歇一会儿，我来拔。拔草要连根拔，你光拔了叶子，根还在，过2天又长出来了。阿姐，京城来的。沈知微，朕时日无多了，朕想见你一面。阿满，姐要进京。姐，皇帝又要害你。不是，他是真的时日无多了。朕走之后，太子即位，太子年轻，朝中有人不服，朕怕他镇不住场面。朕想让你留在京城辅佐太子。臣女是个种地的，种地的人离不开地。臣女留在京城帮不了太子，臣女回崖州，让崖州的粮食和银子源源不断送到京城，这才是臣女能做的。沈知微，你果然是个种地的。去吧，回崖州种地去。我回来了！阿姐，你现在是南海侯了，还种地？南海侯也要吃饭的，不种地吃什么？这俩孩子一辈子离不开地。崖州的事，你说了算。姐只管种地、教书、写书。姐，你不怕我管不好？你管不好，姐再教你，教到你会为止。沈知微开始写第2本书，
他把新稻种的培育方法写下来，把海上贸易的经验写下来，把治理崖州的心得写下来。阿姐，你在写什么？写给我们种地人看的，让后人知道地是怎么种的，崖州是怎么来的。林峰，你写一封信送到京城，就说崖州的水师可以北上助战。沈娘子，我们的水师是守崖州的，守崖州是守，守朝廷也是守。倭寇打朝廷就是打崖州。王康、江伯，你们一定要活着回来。沈娘子，你放心，我们命硬。沈娘子，水师营回来了，没有人死。回来就好。沈娘子，我们在阳城打了大胜仗。你们辛苦了。一个种地的女子，能教出水师营这样的队伍，你们这些当官的，不脸红吗？假炮能吓住倭寇吗？能。倭寇不知道是假的，他们看到炮台就不敢靠近了。多少人？上万。我们的水师有多少人？2000。差得多，但不打，崖州就没了。姐，你不能去。种地的也要打仗，地没了，种什么？倭寇来了，上万人，我们只有2000人。崖州是我们的家，家没了，我们去哪儿？打，打到最后一口气！将士们，沈娘子在，不怕！赢了。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姐命硬。姐，你歇一会儿。歇不了，倭寇不等人。倭寇再来，让他们尝尝这个。沈娘子，这城能挡住倭寇吗？能，挡不住，还有我们。赢了。封沈之威为南海王，赐金印。陛下圣恩，赐沈氏之威金印1枚，接印吧。臣女不敢接，臣女想用这金印换陛下一句话。什么话？善待崖州百姓。你当真不要金印？金印不过一死物，救不了崖州百姓。
你长大想干什么？我想当大将军。大将军也要吃饭，不种地，大将军吃什么？崖州原来是一片荒地，没有人，没有粮，没有房子。后来，来了一群流放的人，他们种地、盖房、打仗、通商，一代一代，把荒地变成了良田，把村子变成了城镇，把崖州变成了南海最繁华的地方。姐，你写这些干什么？让后人知道崖州是怎么来的。姐，京城来的，皇帝写的。阿满，姐不去，你去。姐，为什么？姐是种地的，离不开地。知薇，你不难过？不难过。阿满长大了，他该飞了。沈娘子，倭寇又来了，这次比上次还多，3万人，300艘船。水师有多少人？3000。3000对3万，差得多。倭寇来了，3万人，我们只有3000人，但我们是崖州人，崖州是我们的家，家没了，我们去哪儿打？打到最后一口气。我要上船。你才15。我要保护崖州。姐，你怕不怕？不怕，该怕的是倭寇。沈娘子在，不怕。新帝登基，年号永昌。姐，新皇帝会像老皇帝一样对我们吗？不知道，但不管谁来，崖州的事，崖州自己说了算。沈知微即刻进京述职，崖州镇使一职，暂由朝廷派人接替。公公，崖州的海风大，圣旨容易受潮，先拿回府衙，臣女慢慢看。沈娘子，你不能去，新帝来者不善。老皇帝在的时候，我们帮朝廷打了倭寇，送了粮食，送了银子，新皇帝凭什么来摘桃子？他不是来摘桃子，他是来立威。崖州太强了，强到让他睡不着觉。姐，那怎么办？等，看他下一步怎么走。沈镇使，咱家奉皇命而来，您不接旨是想抗旨吗？公公，臣女不是抗旨，臣女是在种地。崖州的百姓要吃饭，不种田吃什么？公公，你回去告诉陛下，崖州的事，臣女会进京说清楚。
但不是现在。现在稻子熟了，臣女走不开。陛下，那沈知微抗旨不遵，目中无人。姐，这次写了什么？新帝说，我若不进京，就派大军来。来就来，我们还怕他不成？我们有水师，有城墙，有炮台，打就打！打？跟谁打？跟朝廷打。我们守崖州，是为了不让倭寇进来，不是为了跟朝廷打仗。我去京城。阿姐，你不能去。不去，朝廷的大军就来，打了仗，崖州就毁了。沈知微，你可知罪？臣女不知，请陛下明示。你抗旨不遵，拥兵自重，图谋不轨。臣女拥的兵是守崖州的兵，臣女种的字是种地的字。臣女不轨，臣女轨的是种地、守海、养民。如果这也是罪，那臣女认罪。陛下，沈知微在崖州30年，从未有过反意，老臣愿意担保。臣也愿意担保。陛下，崖州太强了，强到让您睡不着觉。但陛下，崖州强是因为崖州的百姓能吃饱饭、穿暖衣、有屋住；打州强是因为崖州的水师能打倭寇，能保海上平安。崖州强是因为崖州的粮食和银子能送到京城，能养朝廷。陛下，崖州强对朝廷只有好处，没有坏处。退朝。姐，没事吧？没事，回驿站，明天回崖州。陛下单独召见。沈知微，朕不要你的命，朕要你帮朕做一件事。沈知微，朕刚登基，朝中不稳，有人要反朕，朕需要你帮朕。陛下要臣女做什么？朕要你的水师镇住南海。谁要反朕，朕就从海上打过去。陛下，崖州的水师是用来守崖州的，不是用来打自己人的。沈知微，我答应。陛下，臣女有一个条件。说。陛下答应臣女，终生不动崖州，崖州的事崖州自己管。崖州的粮食和银子，朝廷需要，臣女给；崖州的船，朝廷要用，臣女借。但崖州的百姓，陛下不要动。沈知微，你这是在跟朕谈条件？陛下，臣女不是谈条件，臣女是在求陛下，求陛下让崖州的百姓好好过日子。好，朕答应你，终生不动崖州，但你也要答应朕，崖州的水师朕要用的时候，你必须给。臣女遵旨。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准备一下，明天回崖州。皇帝答应了。答应了，终生不动崖州。姐，皇帝不是答应不动崖州了吗？为什么还要这么紧张？皇帝的承诺，今天算数，明天不一定。崖州要靠自己。沈娘子，我活了70年，这辈子值了。你好好活着，崖州还要靠你。我不行了，但水师营，你教出来的行。姐，京城来的，皇帝写的。崖州很好，地有人种，海有人守，饭有人吃。陛下放心。
姐，你在想什么？在想刚到崖州的那一天。姐，皇帝还会来威胁我们吗？也许会，也许不会。但不管谁来，崖州都在。